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了赵丽颖和别人的合影，我才知道她的脸原来这么小。毕业季刚过，你收到自己的毕业照了吗？效果如何？很多人日常中很好看，在镜头前却总是不能把自己最美的一面表现出来。一方面可能是欠缺一些拍照经验，所以没有那么完美的镜头表现力；另一方面，问题则是出在了妆发上了。要知道，拍照的妆发和日常妆发是截然不同的。今天让合影王者赵丽颖来告诉你拍照应该怎么打扮吧。看了赵丽颖和别人的合影，我才知道她的脸原来这么小。妆容不宜太保守。很多人在潜意识里仍旧认为自己还是学生的身份，所以妆容也不应该太夸张，还是以学生妆容为主，甚至还有人拍照的时候还会画伪素颜妆。这个思路是完全错误的。要知道，相机有多么的吃妆。很多人可能看过明星一些红毯后在场下近距离生图，就会理解这一点了。他们的妆容往往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夸张的，但是在镜头前的效果却非常好，完全不会给人夸张的感觉。这就是合照妆容的要点之一，不能太保守了，否则必然泯然众人，尤其是群体照更是如此。赵丽颖之所以能够成为合影王者，首先是因为她脸小、头小，即便是完全竖起的发型，也完全能够 hold 得住，所以跟任何人在一起对比，都是显得非常出众。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她的五官很大，这种对比的感觉自然就会显得脸更小了。所以，对于一些脸型不够完美的人来说，拍照妆容一定要放大五官，否则在照片的平面上就会非常容易显得脸大了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放大眼睛。平时只画一层眼影，其他都不太在意，拍照时一定要注重眼妆的完整性。眼影需要体现层次，加深的晕染可以尽可能加大范围，下眼影更是必不可少。眼线、假睫毛也都不容忽视。做好遮瑕工作的前提下，也完全可以画上卧蚕，让眼睛在面部的占比更大，这样才能够在镜头前出众。口红、腮红这些彩妆更可以选择较深、较有存在感的颜色，不用过分日常，否则很容易被吃妆，在照片上就会显得面容寡淡了。美白防晒必不可少。除了妆容之外，肤色也是重中之重。俗话说得好，一白遮百丑，夏天拍照更是如此。因为在户外的强光照射之下，更容易凸显出肤色来。除了面部的防晒和粉底需要注意之外，脖颈、四肢也都不容忽视，否则在看重整体的照片之中，肤色差就会显得格外的尴尬。尤其是与人合照时，身边有对比的情况下，更是会显得更为明显。从服装上来说，与冬天不同的是，夏天穿吊带、裙子、露出胳膊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肤色的裸露自然也让肤色成了很重要的拍照因素。身体的护肤和美白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我们除了可以使用防晒喷雾之外，还可以使用身体素颜霜。不过一定要做好定妆，或选择持妆效果比较好的产品，否则出汗了化成白水就很尴尬了。打底的服装要醒目。大家毕业的时候可能都穿的是学士服，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学士服，有的人穿出来那么好看，有的人看起来却显得平平无奇？其实除了我们必穿的学士服之外，打底的服装也很重要。对于毕业照而言，多是距离比较远的照片，所以醒目的服装特点也是能够给人加分的。以赵丽颖为例，她的服装选择就很有讲究。由于赵丽颖身材比较瘦小，所以在很多照片之中都不会显得很明显，
反而显得很出众，与穿着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她会穿肩部宽大的上衣和裙摆较大的伞裙，这样远观显得腰部纤细，整体曲线很明显。我们在穿毕业照的时候，虽然要穿学士服，但是里面可以穿自己的衣服，完全可以大胆发挥。比如穿有花边领的衬衣，比如穿长度较长、颜色较为亮眼、有较多褶皱的裙子，比如配上较为亮眼的项链等。这些小小的亮点会让你在人群中显得更加出众，也会让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学士服显得更加独特、别具一格，具有你的个人特色。总有人说，你的颜值是否能够驾驭 XX 相机的镜头？其实，拍照好不好看不完全取决于颜值，拍照是非常讲究妆造的。在专业的摄影团队中，妆造的打造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。那么，这些拍照的技巧，你都学会了吗？